末世降临，洪水淹城，极寒冰封。前世偏心奶奶以死相逼，将我家100万元物资全送给小叔，害我们一家3口活活饿死。死后还被扔出窗外，为了变异野狗。再睁眼，回到末世前1个月，我反手做空股市，套现3个亿，打造末日地堡，疯狂囤积万吨物资。当极寒地狱降临，小叔和奶奶跪在我的防弹玻璃外求一口狗粮时，好戏才刚刚开始。大勇，你要是敢进去拿一口吃的，娘今天就死在你面前。奶奶干瘪如鬼爪的手握着生锈的菜刀，狠狠在自己脖子上划出一道血痕，浑浊的眼里满是怨毒。我瘫在地上，连呼吸都觉得肺里在漏风。我太饿了，饿得胃酸把食道烧出了血，整个人瘦的只剩下一层青灰色的皮包着骨头。妈，我求您了，夏快不行了，就给他半块饼干吧，那是我们家自己的超市囤货啊。放屁，这些都是我乖孙子建强的，你们一家子贱命，凭什么浪费粮食？在奶奶尖锐的咒骂声中，我眼睁睁看着妈妈饿得咽下最后一口气，爸爸绝望地将水果刀捅进了自己的心脏，而我也在极度的饥饿与寒冷中心脏骤停。死后，我的灵魂飘在半空，看着小叔一家划着皮划艇破窗而入。奶奶谄媚地把我们一家的尸体像垃圾一样扔进满是变异水质的洪水中，转头抱着胖成猪的小叔笑开了花。哎呦我的心肝，这些物资都是咱们的了。轰隆一声惊雷炸响，我猛地睁开眼，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冷汗浸透了睡衣。发什么呆？你个死丫头，跟你那懒妈一样，还不快滚起来给我倒洗脚水！尖酸刻薄的声音像针一样扎进耳朵。我僵硬地转过头，看着眼前穿着大红花睡衣满面红光的奶奶，脑子里嗡的一声。墙上的日历赫然写着2024年7月15日，我重生了，回到了末世倾盆暴雨降临的前1个月。我猛地掀开被子，连滚带爬地冲出房间。客厅里，爸爸正死死盯着自己完好无损的双手，眼眶猩红，妈妈则捂着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看到我冲出来，妈妈一把将我死死抱进怀里，力气大的几乎要把我揉进骨血。夏夏，我的夏夏，你还活着，太好了！爸爸也扑过来，紧紧抱住我们母女俩，一个1.8米的汉子哭得泣不成声。是我没用，上辈子我太傻了，害了你们娘俩，老婆闺女，这辈子我林建国要是再犯浑，我天打雷劈！我浑身一震，眼泪夺眶而出。他们也重生了，一家3口整整齐齐的带着前世惨痛的记忆回来了。大清早的好丧啊，林建国，你死哪去了？没看到老娘的洗脚水还没到吗？奶奶赵老太她拉着拖鞋，骂骂咧咧的从卧室走出来，横眉竖眼的指着我们。前世就是这个老太婆拿着我爸的血汗钱去补贴小叔，末世后更是鸠占鹊巢，把我们一家逼上绝路。爸爸猛地站起身，擦干眼泪，眼神冷得像一块冰。他大步走到赵老太面前，一把抢过她手里的洗脚盆，哐当一声砸在地上，水花溅了老太婆一身。你疯了是不是？敢摔老娘的盆？赵老太吓了一跳，随即尖叫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撒泼。哎呦喂，没天理了，儿子打老娘了！妈，既然你那么心疼建强，觉得他哪都好，那你现在就滚去他家住吧。爸爸的声音没有一丝起伏。从今天起，我的房子不欢迎你。趁着老太婆还没反应过来，我和妈妈动作麻利地冲进她房间，把她的衣服、保健品一股脑塞进行李箱，连推带搡地把她赶出了大门。砰！防盗门重重关上，隔绝了门外老太婆恶毒的咒骂。我转身看向爸妈，深吸一口气：爸妈，距离末日还有整整30天，这次我们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比谁都好。赶走那个老吸血鬼后，我们一家3口立刻坐在沙发上，开启了极其硬核的末世生存会议。前世的末日绝不仅仅是暴雨那么简单。头3个月是连绵不绝的特大暴雨，引发全球性洪水，紧接着气温骤降，进入长达半年的零下60度极寒地狱。再往后，冰雪融化，气温飙升至60度，动植物开始出现可怕的变异。首先是钱，我拿出一张纸，爸，咱们家那个小超市不能要了，连同这套市中心的房子立刻低价抛售。我明天就去联系中介，只要全款，低于市场价30%我也卖。还有股票和基金。妈妈冷静地补充，我记得很清楚，下周开始，全球股市会因为一场局部战争引发连环崩盘，我们把所有钱拿出来，加10倍杠杆做空。我眼睛一亮，妈妈不愧是前世做过财务总监的人。我们一家3口把所有的存款、卖房卖店的钱，甚至通过各种渠道撸的小额贷款，全部砸进了做空市场。短短10天，我们在金融市场上疯狂收割，账户里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直接飙升到了惊人的3个亿。有了钱，接下来就是最爽的环节，疯狂囤货。我打开平板，调出熬夜整理的末世终极生存清单。第1项，安全屋。爸爸指着地图上郊区的一处位置，我已经买下了西郊半山腰的一个废弃肉联厂，那里地势极高，洪水淹不到。最关键的是，地下有一个2000平米的恒温冷库，墙体全是半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好，我负责改造。我自告奋勇，我联系了国内顶级的安保公司，以修建私人末日体验馆为由，砸下重金，整个厂房外围拉起了高压电网，
所有窗户封死，替换成防弹玻璃加3层隔音保温棉，屋顶铺满最高效的太阳能发电板，地下室安装了4台柴油发电机，水循环系统，全屋地暖，新风过滤系统一应俱全。甚至我还让人在地下2层挖了一个巨大的室内种植槽，装上了植物补光灯。接下来的20天，我们一家人化身基建狂魔和采购机器，为了不引起注意，我们去了7个不同的省份，隐秘分散的大肆采购。主食类打勾，大米500吨，面粉300吨，真空包装的杂粮100吨，足够我们一家3口吃上几辈子。素食与肉类打勾，红烧肉罐头、午餐肉、自热火锅、脱水蔬菜、压缩饼干，直接包下了一个中型加工厂半个月的产能。能源与防寒打勾，通过黑市渠道搞到了200桶高纯度柴油、50吨无烟煤，极地防寒服、军用睡袋，暖宝宝按万件起步购买。武器与医疗打勾，合规的复合弓、开山刀、高压电击棍，以及足够开一家小型药房的抗生素、消炎药、退烧药和外科手术级急救包。我们像蚂蚁搬家一样，每天深夜开着重型卡车，把如山的物资运进西郊堡垒的地下仓库。看着一排排堆到天花板的货架，那种潜势刻在骨子里的饥饿恐惧，终于被一点点抚平。距离末日还有最后3天，我们一家搬进了彻底改造完成的堡垒。厚重的合金大门缓缓关上，发出沉闷的锁死声，将我们与外界彻底隔绝。就在这时，爸爸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来电显示小叔。爸爸冷笑一声，按下了免提。哥，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小叔林建强气急败坏的声音传了出来。妈说你把他赶出来了。还有，我刚刚去你家，怎么里面空荡荡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你们超市也关门了，人死哪去了？我看着墙上倒数计时的电子钟，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听着电话里小叔嚣张的质问，我脑海中闪过前世他们一家踩着我们的尸体狂欢的嘴脸。我凑到麦克风前，声音轻快的像在拉家常。小叔啊，我们一家去国外旅游了，这房子和超市我们都卖了。对了，天气预报说最近有暴雨，你和奶奶可得多囤点泡面啊，别到时候饿死在家里。说完，我直接挂断电话，拔出 SIM 卡掰成2半，扔进了垃圾桶。倒计时归零。窗外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被墨汁般的乌云吞噬，狂风呼啸着卷起漫天飞沙。轰隆！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苍穹，紧接着宛如天河倒灌般的特大暴雨倾盆而下，末世准时降临了。而这一次，小叔和奶奶，你们准备好迎接地狱了吗？大雨连下了半个月，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最初的几天，人们还在朋友圈里调侃看海模式，抱怨外卖送不到。但随着积水越来越深，城市排水系统全面崩溃，1楼、2楼逐渐被浑浊的洪水吞没，恐慌开始像瘟疫一样蔓延，停水、停电、断网，曾经繁华的都市变成了一座座孤岛。而我们一家正舒舒服服地待在西郊堡垒的地下2层，这里的温度被恒温系统控制在完美的24度。夏，杯牛卷还要吗？妈妈穿着舒适的居家服，正往翻滚着红油的鸳鸯锅里下肉。要，再来点虾滑。我抱着一杯冰镇可乐，舒服地窝在沙发上，看着墙上巨大的监控屏幕。监控连接着我们在高处安装的隐蔽摄像头，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的城市景象。高楼大厦泡在黄褐色的水中，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垃圾、汽车残骸，甚至还有泡发的人体。滴滴滴，一阵刺耳的卫星电话铃声打破了室内的温馨。为了以防万一，爸爸保留了一部卫星电话，只告诉了少数几个关键人物，其中就包括那个自作聪明的奶奶。爸爸放下筷子，按下接听键，顺手开了免提。林建国，你个天杀的畜生，你到底死哪去了？电话那头传来赵老太撕心裂肺的嚎叫，背景音里满是雨声和小叔绝望的哭喊。水都淹到3楼了，建强家快保不住了，你赶紧开船来接我们，还有带点吃的来。我的乖孙子已经2天没吃饱饭了。听着老太婆理直气壮的命令，我差点笑出声来。妈，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我出国了吗？爸爸语气平淡的像在谈论天气。放你娘的狗屁，谁出国连个馅儿都不透，你肯定躲在哪个地方享福。小叔抢过电话，声音因为恐惧和饥饿变得尖锐。哥，我可是你亲弟弟，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以前那个超市肯定还有货，你藏哪了？快告诉我。前世他们就是用这种道德绑架，一点点榨干了我们。爸爸冷冷地对着话筒说。林建强，你30好几的人了，有手有脚，自己想办法活命吧。至于妈，你既然拿了她所有的退休金和房产，就好好尽你的孝道，别再打来了，浪费电。说完，爸爸毫不犹豫地挂断，顺手将号码拉黑。痛快！妈妈端起一杯红酒，和爸爸碰了一下杯。接下来的日子，外面的世界彻底化为人间炼狱，洪水淹没了大部分低矮建筑，食物极度匮乏，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被彻底激发。为了半块发霉的面包，平时西装革履的邻居可以互相挥舞着菜刀，成群结队的暴徒开始划着简易木筏，挨家挨户的洗劫。我们在监控里甚至看到了我们曾经住的那个高档小区。暴徒撞开了小叔家的门，因为之前奶奶四处炫耀自己大儿子开超市，暴徒们以为他们家藏着物资，结果翻箱倒柜只找到几包过期的榨菜。
愤怒的暴徒把小叔按在地上，狠狠打断了一条腿，又抢走了他们最后的一桶纯净水。赵老太扑上去阻拦，被一脚踹飞，磕掉了2颗门牙。看着监控里他们一家3口抱头痛哭的惨状，我心里没有一丝同情，只有前世大仇得报的快意。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暴雨下到第2个月的时候，突然毫无征兆的停了，积水还没来得及退去，天空骤然放晴，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温暖的阳光，而是刺骨的寒风。气温在短短24小时内从30度断崖式暴跌到了零下40度，水面迅速结冰，整个世界仿佛被瞬间冻结。第2阶段的灾难，极寒地狱降临了。RT 极寒降临的第3天，我裹着毛毯，看着温度计上显示的55摄氏度，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虽然堡垒内部有地暖和柴油暖风机，温度维持在10度左右，但靠近通风口的地方依然能感受到那股仿佛要冻碎骨头的寒意。我们开始穿上极地防寒服，减少在堡垒上层活动的频率，主要集中在地下室。地下室里，妈妈正在打理我们种下的水培蔬菜，绿油油的生菜和小番茄长势喜人。爸爸在检查发电机组和柴油储备，我则在跑步机上锻炼体能。在这个末世，一副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而外面的世界已经彻底变成了死城，那些在洪水中侥幸活下来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熬过这突如其来的极寒，没有御寒衣物，没有燃料，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脚被冻得发黑坏死，最后在睡梦中失去呼吸。为了取暖，幸存者们烧光了家具、书本，甚至开始拆卸房屋的木质结构。这天晚上，我正在监控屏幕前吃着热腾腾的烤红薯，突然雪地里出现了几个步履蹒跚的黑点，我立刻拉近镜头，那是3个人形生物，裹着破烂的棉被、塑料布，像企鹅一样艰难地在其腰身的积雪中挪动。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胖得像球，但明显已经饿得脱相的男人，中间是一个佝偻着背、拄着拐杖的老太婆，后面跟着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是小叔、奶奶和小婶，他们竟然没死，而且不知怎么打听到了我们在这里，一路找了过来。爸妈，极品找上门了！我按下对讲机，父母很快赶到监控室，看着屏幕上那3个快要冻成冰雕的人，爸爸的眼神极其冷漠。小叔一家终于挪到了我们堡垒的外围，看着高耸的通电铁丝网和厚重的防弹玻璃窗，小叔的眼里爆发出狂热的希望。他扑到铁丝网前，疯狂地摇晃着，干裂的嘴唇大张着，似乎在喊叫。我打开了外墙的扩音器，哥，你在里面对不对？我知道你在这里，开门啊，我是建强啊。小叔的声音被寒风撕扯得支离破碎，带着哭腔。赵老太也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对着摄像头磕头。大勇啊，娘错了，娘真的知道错了，你行行好，给娘一口热汤喝吧，娘快冻死了啊。前世他拿着菜刀逼死我爸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我走上前，按下麦克风开关，清冷的声音在空旷的雪野上回荡。哟，这不是我那高贵的小叔和偏心的奶奶吗？怎么，小叔的房子住得不舒服，跑这儿来赏雪了？听到我的声音，小叔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夏夏，好侄女，快开门让叔叔进去，叔叔快冻死了。只要你让我进去，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当牛做马？我嫌你吃得多。我冷笑一声，转头看向妈妈。妈，我记得咱们昨天剩下的烤肉骨头还在吧？妈妈心领神会，去厨房拿了一个不锈钢盆，里面装着几根剔得干干净净，连狗都不愿意啃的骨头，顺着堡垒2楼的一个废料排放口扔了出去。哐当，铁盆砸在雪地里。小叔和小婶看到那是吃的，眼睛瞬间绿了，像疯狗一样扑了上去，在雪地里为了半根骨头大打出手，互相撕咬。赵老太在一旁急得直跳脚，想抢又抢不过，只能绝望地拍打着大腿嚎哭。林建国，你个没良心的畜生，你连亲娘都不管，你会下18层地狱的。赵老太见抢不到骨头，再次对着摄像头破口大骂。爸爸走过来，拿过麦克风，声音平静得让人害怕。妈，上辈子我就已经下过一次地狱了，那次是你亲手把我推下去的。赵老太愣住了，显然听不懂爸爸在说什么。就在那待着吧，好好享受你们的末日。爸爸关掉了扩音器，我们没有再理会外面的哀嚎。接下来的2天，气温继续下降，小叔一家始终没有离开，他们蜷缩在堡垒避风的墙角，试图汲取墙体透出的一丝微弱热量。到了第3天早上，监控里的画面永远定格了，小叔、小婶和奶奶紧紧抱在一起，脸上还带着极度痛苦和扭曲的表情，彻底变成了3座冰雕。他们死在了距离温暖和食物只有1墙之隔的地方，这种近在咫尺却永远无法触碰的绝望，是对他们最好的惩罚。结束了。妈妈轻轻叹了口气，不，还没有。我指着监控屏幕的边缘，在极寒的雪原尽头，一只体型如牛犊般大小，浑身长满坚硬冰刺的变异野狼，正缓缓走进我们的视野。它鲜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堡垒的方向，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第3阶段的灾难，变异狂潮悄然拉开序幕。就在这时，爸爸一直开着的短波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了一阵断断续续的电流声。滋滋，这里是华北第1生存基地，国家救援军已建立安全区，坐标滋滋，请幸存者前往汇合。我们一家3口对视了一眼，眼中不仅没有恐惧，反而燃烧起熊熊的斗志。夏夏，去清点武器储备。
爸爸沉稳地下达指令。老婆，准备好越野车的防滑链和备用燃油，咱们准备一下。爸爸看着窗外那只变异野狼，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笑。去更北边，大战一场。末世的残酷才刚刚开始，但这一次，我们绝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猎物。嗷呜！变异野狼的嚎叫声穿透了厚重的防弹玻璃，震得人耳膜发麻。他似乎闻到了堡垒通风口溢出的人气，正疯狂地用长满冰刺的爪子刨击着外围的通电铁丝网。呲啦！高压电网爆出一团耀眼的蓝光，野狼被电得浑身抽搐，倒退了几步，但他竟然没有死。焦黑的皮肉下，暗红色的肌肉组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蠕动愈合。这他妈还是碳基生物吗？我倒吸一口凉气，头皮一阵发麻。管他是什么，敢挡我们的路就得死。爸爸眼神一狠，转身走向地下室的隐藏武器库。在出来时，他手里端着一把通体漆黑的军用重型复合弓，背上挂着一壶特制的钢甲穿甲剑，而我则熟练地抄起了一把经过改装、威力巨大的气动射钉枪。我们来到2楼的射击孔，爸爸深吸一口气，拉弓如满月，瞄准了还在撞击铁丝网的变异狼。嗖！破空声撕裂寒风，金刚打造的箭矢带着恐怖的动能，精准地从野狼猩红的左眼射入，直接贯穿了他的颅骨，将他死死钉在了雪地上。变异狼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挣扎了几下，终于不再动弹。黑色的血液顺着伤口流出，竟然在零下50度的雪地上冒出阵阵白烟，散发着刺鼻的酸腐味。变异生物的血液有腐蚀性，而且生命力极其顽强。妈妈看着监控，冷静地分析：如果接下来连昆虫和地下生物都开始变异，我们这个半地下的堡垒迟早会被从内部攻破。广播里说的那个官方生存基地，是我们必须去的地方。没错。爸爸收起弓箭，眼中闪烁着决绝。收拾东西，我们准备搬家。虽然要走，但我们绝不可能把所有的家底都带上。这个耗资上亿打造的西郊堡垒，将作为我们一家人最后的退路，被彻底封死。我们来到车库的最深处，掀开巨大的防尘布，一辆宛如钢铁巨兽般的重型越野房车展现在眼前。这是爸爸在末世前花了800万找专业军工厂爆改的末日战车，全车覆盖着军用级防弹装甲，车头加装了极其粗壮的破冰撞角，底盘升高，换上了带有防滑钢钉的履带式宽胎，车顶不仅有太阳能板，还隐藏着2架高压水枪和防爆探照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底牌。我抚摸着冰冷的装甲，安全感爆棚。接下来的10个小时，我们一家3口像上了发条的机器，开始往战车上转移最核心的物资。200斤真空包装的极品大米，50箱高热量军用罐头，3桶提纯柴油，全套的抗生素和急救设备，所有轻便且杀伤力巨大的武器，以及妈妈精心培育的几盒高产蔬菜种子，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换上最高级别的极地防寒服，戴上防毒面具和护目镜，坐进了宽敞的驾驶室。爸爸按下启动键，柴油发动机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宛如一头苏醒的猛兽。坐稳了。爸爸挂上前进档，一脚油门踩下，轰隆！厚重的车库大门缓缓升起。末日战车碾压过厚厚的积雪，冲出了我们待了2个多月的避风港。路过堡垒墙角时，战车的履带不可避免地压过了那3个凸起的雪包。咔嚓，令人牙酸的碎裂声在车底响起。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小叔、奶奶，你们就在这冰天雪地里，永远的给我们的堡垒看门吧。外面的世界比监控里看到的更加触目惊心。曾经繁华的国道，如今被厚达2米的冰雪覆盖，沿途随处可见被冻成冰雕的汽车和保持着扭曲姿势的尸体。天空灰蒙蒙的，没有一丝阳光，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战车在冰原上孤独地行驶了3个多小时。前面有情况。副驾驶上的妈妈突然开口，指着远处的路口。几辆废弃的重型卡车横七竖八地堵在路中央，形成了一道人工路障。路障后面隐约有人影晃动，是拦路抢劫的幸存者。我握紧了手里的射钉枪，心跳微微加速。末世里最可怕的永远不是天灾，而是人。看到我们的钢铁巨兽靠近，路障后突然窜出10几个裹得像粽子一样，手里拿着砍刀和自制燃烧瓶的男人。停车！把车和吃的留下，饶你们不死！领头的一个刀疤脸疯狂地挥舞着手里的铁棍，眼神中透着饿狼般的贪婪。爸，怎么办？我咽了口唾沫。在末世，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家人的残忍。爸爸冷笑一声，眼神没有一丝温度。他不仅没有减速，反而猛地将油门踩到底。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末日战车像一颗出膛的炮弹，直直地朝着路障撞过去。疯了！他们疯了！快躲开！拦路的人群爆发出惊恐的尖叫，四下逃窜。砰！咔嚓！车头粗壮的破冰撞角狠狠砸在废弃卡车上，直接将那辆几吨重的卡车撞得横溢出去，硬生生在路障中撕开了一条口子。几个躲闪不及的暴徒被卷入车底，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履带碾成了肉泥。砰！一个暴徒绝望中砸出了手里的燃烧瓶，火焰在我们的防弹玻璃上爆开，却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很快就被寒风吹灭。战车呼啸而过，将那些贪婪与罪恶远远甩在身后。又行驶了2天2夜，我们终于接近了广播里播报的坐标——华北第1生存基地。这是一座依托着连绵山脉和废弃军工厂建立的超级要塞。
高达20米的钢筋混凝土城墙一眼望不到头，城墙上每隔50米就有一座探照灯和重机枪阵地，荷枪实弹的守卫在风雪中巡逻。而在高耸的城墙外围，密密麻麻地搭满了破烂的帐篷和窝棚，无数衣不蔽体、瘦骨嶙峋的难民蜷缩在冰天雪地里，犹如人间炼狱。为了不引起过分关注，我们在距离基地10公里外的一个隐蔽山洞里停下了战车。我们换上稍微破旧一些的防寒服，往脸上抹了些灰土，一人背着一个看起来鼓鼓囊囊，其实大半是旧衣服，底下藏着几十斤发霉红薯和几包过期饼干的登山包，徒步走向基地大门。站住！干什么的？大门前的守卫端着枪，冷冷地打量着我们。长官，我们是听到广播来投奔基地的幸存者。爸爸装出一副虚弱讨好的样子。进基地可以，每个人缴纳30斤粮食作为入门费。进去之后只能住在外城棚户区，想进内城得交100斤精粮或者等价的药品。守卫面无表情地背诵着规矩。爸爸装作肉痛地拉开背包，露出了里面带着黑斑的红薯和几包被水泡过的饼干。长官，我们一家3口就剩这些了，您看够吗？守卫嫌弃地瞥了一眼。进去吧，记住，基地里严禁私斗，违者直接扔出去为变异兽。拿着3个代表身份的铁牌，我们终于踏入了这座人类最后的堡垒。然而就在我们转身走向拥挤肮脏的外城贫民窟时，我敏锐地感觉到背后有一道阴冷黏腻的目光。我用眼角余光扫去，只见城墙阴影处，一个穿着黑色貂皮大衣、戴着金项链的光头男人正盯着我们。他虽然看的是我们破烂的背包，但眼神却像在看3头待宰的肥羊。大哥，那3个新来的虽然穿得破，但脸色红润，走路底盘很稳，绝对是藏了私货的肥羊。光头旁边的小弟低声谄媚道：盯紧他们到了外城，规矩可就是咱们黑龙会说了算了。我收回目光，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肥羊，不好意思，我们可是披着羊皮的霸王龙，谁要是敢把主意打到我们头上，我不介意在这冰天雪地里多添几座无名冰雕。外城的生存环境比我在监控里看到的还要令人作呕。零下50度的气温下，排泄物和尸体被冻成了坚硬的冰块，和黑色的积雪混杂在一起。无数幸存者裹着发硬的破棉被，像蛆虫一样挤在用塑料布和破木板搭成的棚户区里，眼睛里透着麻木和死气。我们一家3口挑了个背风的角落，刚把背包放下，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麻烦就上门了。3个流里流气的男人搓着手围了过来，领头的黄毛手里掂着一把生锈的剔骨刀，目光肆无忌惮地在我身上扫来扫去。新来的懂不懂规矩？黄毛吐了口带血的唾沫。这片是咱们黑龙会的地盘，看你们这细皮嫩肉的，交个底吧。包里藏了什么好东西，拿出来孝敬龙哥，保你们在这外城饿不死。旁边一个瘦猴猥琐地笑了起来。要是没吃的也行，我看这小丫头和这位大姐长得挺水灵，陪哥几个睡一晚，以后的保护费就免了，怎么样？话音未落，我爸的眼神瞬间冷到了极点。他连一句废话都没有，猛地跨前一步，粗壮的手臂犹如铁钳一般，精准地扣住了黄毛握刀的手腕。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在冰冷的空气中炸响。啊，我的手！黄毛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剔骨刀掉在雪地上。我爸面无表情地飞起一脚，正中他的心窝。黄毛像个破麻袋一样倒飞出去2米多远，砸在一个破帐篷上，狂吐出一口鲜血。瘦猴和另一个混混吓傻了，刚想拔刀，我早已从袖口划出那把改装过的气动射钉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接顶在了瘦猴的眉心。再动一下，我保证你的脑浆会比这雪地还白。我冷冷地看着他，手指搭在扳机上。周围原本看热闹的难民瞬间死寂，纷纷惊恐地往后缩。在末世，敢这么干脆利落动手的，绝对是狠角色。姑奶奶饶命，我们有眼不识泰山。瘦猴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冰碴子上。姑奶奶饶命，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滚回去告诉你们那个什么龙哥。我妈走上前，用鞋底捻住黄毛那只断手，冷傲地说：想收我们的保护费，让他自己拿命来换。3个混混连滚带爬的跑了，但我们心里清楚，这只是开胃菜。果然不到半个小时，那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光头就带着20多个手持砍刀、铁棍的暴徒，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我们的角落。就是你们3个外乡人，敢动我黑龙会的人。光头摸着锃亮的脑袋，眼神阴毒。男的剁了喂狗，女的带回去让兄弟们乐呵乐呵。给我上！20多个人一拥而上，速战速决，别动枪引来军队。我爸低喝一声，从背包侧面抽出了一根1米长的军用高压电击棍，开关按下，蓝色的电弧发出噼啪的爆鸣声。我爸宛如虎入羊群，电击棍挥舞之处，那些营养不良的暴徒只要被擦到一点皮，立刻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的瘫倒在地。我妈则反手握着一把开山刀，动作极其凌厉地挑断了2个试图从背后偷袭的混混的脚筋。我也没闲着，手里的射钉枪噗噗连射，精准地将几根钢钉打进了外围几个暴徒的大腿里，惨叫声此起彼伏。不到3分钟，20多个暴徒倒了一地，哀嚎遍野。光头老大彻底傻眼了，他转身就想跑，被我爸一个飞扑按在雪地上，电击棍直接对在了他的后腰上。滋滋滋，光头被电得像条离水的鱼一样疯狂弹动，连屎尿都失禁了。黑龙会是吧？收保护费是吧？我走过去，一脚踩在他的光头上。现在打劫！
把你们身上的硬通货、内城通行证全给我掏出来，少一样我把你扒光了挂在城墙上吹风。这叫什么？这就叫末世里的黑吃黑。我们不仅扒光了光头身上的2根金条和几包皱巴巴的香烟，还从他内衣口袋里搜出了3张极其珍贵的内城临时通行证。就在我们准备把这群渣子扔进雪坑里自生自灭时，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响起，一队全副武装的基地巡逻兵端着步枪冲了过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们。放下武器，双手抱头！带队的军官大声呵斥：敢在基地外城聚众斗殴，你们想死吗？长官救命啊！这3个暴徒抢劫，他们还要杀人！光头仿佛看到了救星，不顾满身屎尿，连滚带爬的哭喊：长官救命啊！这3个暴徒抢劫，他们还要杀人！军官皱着眉头看了看满地的伤员，眼神凌厉地锁定了我爸。带走，按规矩没收全部物资，驱逐出基地。在零下50度的野外被驱逐，无异于判了死刑。外城的难民们眼中露出了幸灾乐祸的光芒，我爸却丝毫不慌。他慢慢举起双手，然后用极其平稳的声音对军官说：长官，我们是来投诚的，我包里有10盒未开封的阿莫西林，还有2瓶高纯度医用酒精和1整套外科缝合包。此话一出，周围瞬间死一般寂静。在极寒末世，抗生素和消炎药比等体积的黄金还要贵重100倍，那是能从阎王爷手里抢命的神器。你确定？军官的眼神瞬间变了，枪口微微下压。你确定？我爸小心翼翼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防水袋，露出里面崭新的药盒包装。军官倒吸一口凉气，立刻换上了一副恭敬的神色，甚至亲自上前挡住了周围那些贪婪的视线。这位先生，外城太乱了，实在抱歉让您受惊了，请跟我来。基地内城非常需要您这样有实力的幸存者。在光头绝望的目光和几万难民嫉妒到发狂的注视下，我们一家3口在军队的护送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那扇厚重的钢铁城门。基地内城和外城简直是2个世界，这里有地热供暖系统，气温维持在0度左右，至少不用担心被冻死。街道上有铲雪车在工作，甚至还能看到亮着的太阳能路灯。凭借那几盒抗生素，我们不仅直接获得了内城的永久居住权，还被分配到了一套位于半山腰的独立小别墅。别墅带有一个极其隐蔽的地下车库，简直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这波血赚！我妈把背包扔在真皮沙发上，长舒了一口气。入夜，趁着风雪交加，监控死角，我爸利用刚结识的内城军需官的关系，花了一根金条打通了侧门守卫，悄无声息地将我们藏在10公里外的那辆末日战车开了进来，稳稳地停进了别墅的地下车库。有了战车里的海量物资兜底，我们一家3口在内城彻底安顿下来。外面的人为了每天领2个发硬的杂粮窝窝头打破头，我们却在别墅里拉上厚厚的遮光窗帘，开着柴油发电机，吃着热腾腾的番茄牛腩火锅。这内城虽然好，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我爸夹起一块吸满汤汁的牛肉，眉头微皱。今天我跟那个军需官打听了一下，基地的弹药消耗量最近大的惊人，而且城墙上的重火力增加了1倍。你是说？我妈放下筷子，脸色变得凝重。呜呜呜！仿佛为了印证我爸的猜测，基地上空突然拉响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防空警报。凄厉的警报声撕裂了深夜的宁静，紧接着城墙方向传来了密集的重机枪扫射声和迫击炮的轰鸣声，整个内城的地面都在微微颤抖。出事了！我立刻扔下碗筷，抓起射钉枪，冲向2楼的阳台。透过高倍望远镜，我看到了这辈子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基地外城的雪原上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而是涌动着一层黑压压的，仿佛海啸般的潮水。那是成千上万只变异老鼠。这些老鼠体型如猫，眼睛闪烁着嗜血的红光，锋利的门牙轻松咬碎了冻硬的尸体。它们像黑色的地毯一样，瞬间淹没了外城的棚户区。惨叫声、咀嚼声、撕裂声交织成一首地狱的交响乐。那个不可一世的光头，还有那些麻木的难民，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瞬间就被鼠潮吞没。几秒钟后，原地只留下一具具带着血丝的白骨。开火，不要让他们靠近城墙！城墙上的军官声嘶力竭的怒吼，火舌喷吐，夜光弹在夜空中交织成一张密集的火网。成片的变异鼠被炸碎，但更多的变异鼠踩着同伴的尸体，疯狂地顺着20米高的混凝土城墙往上爬。这就是第3阶段的变异兽潮。我爸站在我身后，声音低沉。幸好我们提前混进了内城，如果还留在外城，或者留在我们那个半地下的堡垒里，面对这种数量的鼠潮，绝对撑不过1晚。内城的防御确实强悍，经过3个小时的血战，付出了上百名守卫的生命和海量弹药后，鼠潮终于在留下堆积如山的尸体后退去了。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和刺鼻的血腥味。虽然守住了，但整个基地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谁都知道，这只是变异狂潮的开端。第2天清晨，一缕极其诡异的暗红色阳光刺破了厚厚的云层，照在满目疮痍的基地上。气温竟然开始诡异的回升了。基地的广播再次响起，但这一次，播音员的声音里带着无法掩饰的恐慌。紧急通知，极寒期即将结束，全球气温正在异常升高。警告：变异兽尸体中发现未知高致病性病毒，请所有居民立刻待在室内，切勿接触外尘水源。极热和病毒要来了，
我妈看着窗外迅速融化的冰雪，那些死去的变异鼠尸体在红色的阳光下开始散发出令人作呕的绿色毒气。这个基地守不住了，我爸果断转身走向地下车库。一旦气温飙升到60度，加上尸体腐烂产生的病毒，这里几万人的聚集地就是一个巨大的毒谷。我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启动了末日战车。战车内部的独立生命维持系统和空气净化装置全功率运转。爸，我们去哪？我坐在副驾驶上，看着前方缓缓开启的别墅大门。我昨晚在军需官的电脑里看到了一份绝密文件。我爸握紧方向盘，眼中闪烁着野性的光芒。在西北大漠的腹地有一个国家级的深地核心战略储备库，那里有最先进的生态循环系统和绝对的防御。轰！末日战车发出震天的轰鸣，碾碎了别墅的铁门，冲入了渐渐被绿色毒瘴笼罩的街道。阳光越发刺眼，末世的考验一波接着一波，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但那又怎样？我摸着手里的射钉枪，看着身旁的父母，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只要我们的战车还在轰鸣，管它是极寒、极热还是丧尸变异，这操蛋的末世，我们不仅要活下去，还要一路碾压，杀穿到底。砰砰砰！我们刚把战车开出别墅区，密集的枪声就在内城主干道上炸响了。我透过防弹玻璃往外看，头皮顿时一阵发麻。原本井然有序的内城，此刻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那些吸入了绿色毒瘴的幸存者，并没有像广播里说的那样只是感染病毒，而是直接发生了尸变。他们双眼翻白，浑身长满绿色的脓泡，像疯狗一样扑向周围的活人。只要被咬伤一口，被咬的人在短短10几秒内就会抽搐着站起来，加入这支恐怖的丧尸大军。妈的，这病毒不仅致死，还他妈能让人变成怪物！我爸猛打方向盘，战车一个漂亮的甩尾，将3只扑过来的丧尸直接碾到了履带底下，爆出令人作呕的黑绿色浆液。基地的军队撑不住了。我妈指着前方，通往外城的3道钢铁闸门前，原本守卫森严的哨卡已经彻底失控，成百上千的丧尸潮水般涌向大门，而那些士兵在极度的恐慌中开始无差别扫射，甚至有人为了逃命，把手雷扔进了平民堆里。此地不宜久留，必须马上冲出去。我抓紧了座椅扶手。就在这时，一辆军用吉普车横向冲了出来，死死挡在了我们的必经之路上。车门踹开，是那个收了我们金条的军需官。他此刻满脸是血，左胳膊软绵绵的垂着，手里端着一把微冲，疯狂地拍打着我们的车头装甲。林建国，带我走！我知道你们车里有物资，带我走！我把去西北储备库的最高权限密码告诉你们。他绝望地嘶吼着，身后是越来越近的丧尸群。我爸冷冷地看着他，没有降下车窗，只是通过外部扩音器回了一句：密码，我昨晚在你的电脑里已经拷贝过了。至于你，留下来给你的基地陪葬吧。话音未落，我爸直接挂上最高档位，一脚油门踩到底，轰！800万爆改的末日战车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那辆挡路的军用吉普车在我们的破冰撞角面前，就像个纸糊的玩具，瞬间被撞得凌空飞起，狠狠砸进了一旁的建筑里，爆出一团巨大的火球。那个贪婪的军需官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淹没在了汹涌而来的丧尸潮中。坐稳了，我们要硬闯大门。前方是最后一道厚达半米的钢铁闸门，此刻正处于半关闭状态，缝隙里挤满了互相撕咬的丧尸和幸存者。我爸眼神冷厉，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开启了战车的氮气加速系统。100米、50米、10米，哐当轰！巨大的动能让战车犹如一颗出膛的穿甲弹，硬生生撞开了那扇半关闭的钢铁闸门。刺耳的金属撕裂声让人牙酸，几十只扒在门上的丧尸瞬间被挤成了肉泥。战车冲出大门，履带碾压过外城那些还没融化的冰雪和满地的残骸，在身后扬起漫天的黑色雪雾。我回头望去，那座号称华北第一的生存基地，已经在绿色的毒瘴和冲天的火光中，彻底沦为了一座死城。呼！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这才发现自己背上全是冷汗。检查车体受损情况，我妈冷静地打开了车载监控系统，除了车头装甲有轻微凹陷，外部监控探头损坏了2个，其他一切正常，生命维持系统运转良好。我看着屏幕上的数据，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战车驶入了一条荒无人烟的高速公路，逐渐将那座人间炼狱甩在身后。而此时，车载温度计上的外部气温正在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飙升。末世第4个月，极热地狱正式降临。仅仅离开基地3天，外面的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其腰深的积雪在1天之内全部融化，引发了短暂的2次洪峰，随后在恐怖的高温下迅速蒸发。此刻的正午，天空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暗红色，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无情地炙烤着大地。我看着车载仪表盘，倒吸了一口凉气，外部气温68摄氏度，地表温度估计已经超过80摄氏度了。这种温度下，别说人类，就连路边的废弃汽车都在高温下发生了自燃，柏油马路软化的像一锅沸腾的黑芝麻糊，散发着刺鼻的沥青味。如果不穿特制的隔热服走到外面，几分钟内就会重度脱水，甚至被直接烤熟。然而，在我们的末日战车内部却是另一番景象。夏夏，西瓜切好了，来吃一块降降温。
我妈端着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碗走过来，里面是刚从车载冰箱里拿出来的冰镇西瓜，上面还冒着丝丝冷气。战车的独立空调系统将车内温度完美的控制在22摄氏度。我用叉子插起一块西瓜放进嘴里，冰凉甘甜的汁水瞬间在口腔里爆开，简直爽的灵魂都要升天了。爸，你也来一块。我给正在开车的爸爸递了一块。好嘞。爸爸咬了一大口，惬意的眯起了眼睛。这800万花的真他妈值！要是没有这辆车，咱们现在估计也跟外面那些干尸一样了。透过防弹玻璃，我清楚地看到高速公路两旁横七竖八地倒着许多逃难者的尸体。他们有的因为脱水变成了干瘪的木乃伊，有的则因为中暑发狂，用手指把自己的喉咙抓得血肉模糊。这就是末世，没有绝对的实力和物资，哪怕逃过了暴雨和极寒，也逃不过这如炼狱般的极热。前面有情况，我爸突然踩下刹车，战车在一座高架桥前停了下来。高架桥的入口处被一团极其诡异的东西堵死了。那是一大片墨绿色的藤蔓，每一根都有成年人的大腿粗细，表面长满了暗红色的倒刺。它们像一团巨大的蛇阵，盘踞在路面上，甚至将几辆重型卡车都死死缠绕搅碎。更恶心的是，那些藤蔓的倒刺上还挂着10几具被吸干了血液的干尸。第3阶段的动植物变异已经进化到这种地步了吗？我妈看着监控画面，眉头紧锁。就在这时，那团藤蔓似乎察觉到了战车发动机的震动，竟然像活物一样蠕动起来。几根粗壮的藤蔓贴着滚烫的柏油路面，闪电般朝我们的车轮缠了过来。找死！我爸冷哼一声，连方向盘都没打，直接按下了中控台上的一个红色按钮。吃轰！战车两侧隐藏的喷火口瞬间弹开，2道长达10几米的湛蓝色高温火焰喷射而出。这可不是普通的火焰，而是混合了凝固汽油的高温喷射器。那几根试图缠绕战车的藤蔓一接触到火焰，立刻发出了类似婴儿啼哭般的刺耳尖叫声，随后在2000度的高温下迅速卷曲、碳化，变成了一地黑灰。巨大的火海瞬间吞噬了整个高架桥入口的藤蔓阵，那怪物剧烈地翻滚着、挣扎着，最终被烧成了一堆焦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烤肉烧焦的恶臭。区区几根破草也想挡我们的路。我爸关闭喷火器，战车履带碾压过那堆焦炭，继续平稳地向前行驶。我坐在副驾驶上，看着外面被火焰炙烤的扭曲的空气，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安全感。有了前世的教训，昼夜温差是西北大漠最致命的杀手。白天是68摄氏度的火炉，到了晚上，气温竟然断崖式下跌到了零下20摄氏度。这种恐怖的冷热交替，足以摧毁绝大多数建筑的结构，更别提脆弱的人体了。夜幕降临，我们在戈壁滩上的一处背风岩壁下扎营，战车熄火，外部装甲进入节能保温模式。车厢内亮起柔和的暖光，我妈正在厨房区用电磁炉煎着牛排，滋滋的油声混合着黑胡椒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我爸则坐在餐桌前，借着灯光，仔细研究着从军需官那里拷贝来的绝密数据盘。夏夏，你来看看这个。我爸眉头紧皱，指着平板电脑上的一张3维结构图。我凑过去一看，那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地下建筑群模型，这就是那个国家级深地核心战略储备库。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没错，代号盘古。我爸点点头，语气凝重。资料显示，它位于地下500米，拥有独立的地热发电系统、地下暗河水循环系统，以及足以让1万人生存50年的海量物资。那不是人间天堂吗？我端起一杯热牛奶。没那么简单。我爸切换了一张图片，那是一份红色的警告文件。文件最后一条记录显示，在极热降临前，储备库内部的生态培育区发生了严重的变异污染。当时的驻军为了防止污染扩散，启动了最高级别的物理封锁。也就是说，里面不仅有海量的物资，还关着一群极其恐怖的变异怪物。我妈端着牛排走过来，接过了话茬。对，我们要想拿下这个储备库，就必须清理掉里面的东西。我爸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但只要拿下来，这辈子甚至下辈子，我们都不用再看老天爷的脸色了。我握紧了拳头，骨节捏得发白。干了！我们一路杀过来，什么怪物没见过。这盘古基地，我们林家要定了。经过5天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进入了西北大漠的腹地。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黄沙和戈壁，在极热的炙烤下，空气扭曲的让人产生幻觉。滴滴滴，警告！检测到超强沙尘暴正在逼近。车载雷达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我猛地抬头，只见天际线处一道高达数百米的黑色土墙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们席卷而来。那不是普通的沙尘暴，里面甚至夹杂着拳头大小的碎石，一旦被卷进去，战车的外部装甲都有可能被剥掉一层皮。来不及躲了，开启全车装甲锁定，降下防爆挡板。我爸大吼一声，迅速将战车开到一块巨大的风化岩石后，熄火驻停。哐当，厚重的合金挡板降下，彻底封死了所有的车窗。战车内部陷入了一片黑暗，只有应急灯散发着微弱的红光。下一秒，沙尘暴狠狠地撞击在战车上，轰隆隆，整个车厢都在剧烈摇晃，外面传来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和碎石击打装甲的闷响。
那种感觉就像是有1万只恶鬼在外面疯狂地撕咬着我们的铁壳子。我紧张地抓住妈妈的手，手心里全是汗。别怕，这辆车的底盘有8吨重，风吹不翻的。妈妈拍了拍我的手背，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她打开了车厢中段的生态舱门，柔和的植物补光灯亮起，一排排无土栽培的翠绿生菜，红彤彤的小番茄，甚至还有2株结满了果实的草莓，在微光中散发生机。看着这些生机勃勃的绿色，听着水循环系统咕噜噜的声音，我狂跳的心脏奇迹般的平静了下来。是啊，我们有吃有喝，有最坚固的堡垒，哪怕外面天崩地裂，我们一家人也依然能在这末世里好好活着。沙尘暴整整肆虐了3个小时，才逐渐平息。当防爆挡板重新升起时，战车已经被埋了半截在沙子里。我爸启动履带的自清洁模式，伴随着一阵轰鸣，战车像一头抖落灰尘的巨兽，重新爬上了戈壁。根据坐标显示，盘古基地的入口就在前方2公里处的峡谷里。我爸看着雷达屏幕，突然眼神一凝。等等，峡谷入口有热源反应，有人比我们先到了。我们立刻进入战斗状态。我拿起了那把杀伤力巨大的复合弓，我妈则端起了改装过的微型冲锋枪。战车悄无声息地驶上峡谷上方的高地，透过高倍望远镜，我们看清了下面的景象。那是一扇镶嵌在山体中的巨大钛合金防爆门，门上喷涂着盘古2个斑驳的大字。而在大门外的空地上，停着几辆改装过的越野车，20多个全副武装、穿着迷彩服的男人正围着一堆篝火。看他们身上那股亡命徒的气质和精良的装备，绝对不是普通的幸存者，更像是一支叛逃的雇佣兵小队。更让我怒火中烧的是，在他们营地旁边的铁笼子里，竟然关着10几个衣不蔽体的普通男女。老大，这破门的密码试了3次都错，防卫机枪已经进入预热状态了。一个独眼龙走到篝火旁，对着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汇报。妈的，不管了！光头老大啐了一口唾沫，把笼子里那些肉猪拉出来，给老子往门前赶，用他们的命去消耗自动机枪的弹药。等弹药打光了，咱们再用炸药把门炸开。是。几个雇佣兵狞笑着走向铁笼，不顾里面人的哀求，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们拽了出来。这帮畜生！我咬牙切齿，前世那种被人当作诱饵和两脚羊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爸，怎么说？我看向我爸，我爸冷冷地拉栓上膛。既然他们想当黄雀，那我们就做打鸟的猎人，一个不留。夜幕再次降临，峡谷里气温骤降，那群雇佣兵正拿着皮鞭驱赶着10几个绝望的幸存者走向盘古基地的大门。开火！我爸低吼一声。我们没有选择近战，而是直接动用了战车上的重火力。战车顶部的2挺高射机枪瞬间探出，火舌喷吐。在叶世仪的辅助下，12.7毫米口径的穿甲燃烧弹如同死神的镰刀，无情地扫向了雇佣兵的营地。敌袭，隐蔽！光头老大的吼声还没落下，他的上半身就直接被大口径子弹撕成了血雾。这根本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那些在普通人面前耀武扬威的雇佣兵，在我们强大的火力覆盖下，连敌人在哪里都没看清，就像割麦子一样成片倒下。几辆越野车被直接打爆，冲天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峡谷。不到2分钟，20多个武装到牙齿的暴徒全军覆没。那些被赶作诱饵的幸存者吓得瘫倒在地上，抱着头瑟瑟发抖，以为迎来了更恐怖的死神。战车缓缓开下高地，停在他们面前。我打开外部扩音器，声音冷酷：“滚吧，趁着今晚没有沙尘暴，能跑多远跑多远。别让我再看到你们。在末世，我不会滥杀无辜，但也绝不会做烂好人去收留他们，放他们一条生路，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看着那些人连滚带爬地消失在夜色中，我们一家3口穿上全封闭的战术防弹衣，拿上武器，走出了战车。我爸走到那扇巨大的钛合金门前，掏出从军需官那里搞来的数据盘，接入了门口的隐藏终端。密码验证通过，身份确认，最高指令长，欢迎来到盘古基地。伴随着一阵沉闷的机械轰鸣声，这扇尘封已久的地下大门缓缓向我们敞开。大门背后是一条深不见底、散发着幽蓝色灯光的宽阔隧道。空气中没有想象中的憋闷，反而有一种经过新风系统过滤后的清新，只是夹杂着一丝极淡的腥臭味。保持警惕，生态区的变异怪物随时可能出现。我爸走在最前面，手里的强光手电扫视着四周。我们顺着隧道往下走了大约20分钟，来到了一扇巨大的隔离玻璃墙前。透过玻璃，我们看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地下500米竟然隐藏着一个面积堪比3个足球场的巨大生态园区，里面有模拟日照系统，种满了各种农作物，甚至还有果树。但此刻，这里已经彻底沦为了怪物的巢穴，无数粗壮的变异藤蔓缠绕在支撑柱上，而在茂密的变异丛林中，游荡着几十只体型像小汽车一样大、浑身长满坚硬鳞片、吐着分叉舌头的变异巨蜥。是当初储备库里饲养的肉用蜥蜴发生了变异。我妈看着终端上的资料，倒吸了一口凉气。就在这时，一只变异巨蜥似乎察觉到了我们的气味，猛地转过头，猩红的树瞳死死盯住了玻璃墙外的我们。它发出一声刺耳的嘶鸣，庞大的身躯像一辆坦克般猛撞在隔离玻璃上。砰！防爆玻璃竟然出现了一丝裂纹。不能让他们冲出来，否则整个基地的控制室都会被毁。
我爸当机立断，夏夏，你妈掩护，我用高爆手雷炸开一条路，咱们直接杀进生态区的中央控制塔，启动物理净化程序。明白。我熟练的给射钉枪换上特制的爆裂钉，我爸一脚踹开隔离门，我们一家3口呈战斗队形，直接冲进了变异巨蜥的巢穴。轰隆！我爸扔出的高爆手雷在巨蜥群中炸开，直接掀翻了2只怪物。嘶吼！血腥味彻底激发了变异巨蜥的凶性，10几头怪物从4面8方朝我们扑来。找死！我妈眼神冷厉，手里的微冲喷吐出火舌，精准的扫射在巨蜥相对柔软的眼睛部位。一只巨蜥顶着子弹，张开血盆大口朝我咬来，那股腥臭味几乎把我熏晕。我没有后退半步，冷静地举起射钉枪，扣动扳机，噗嗤，一枚爆裂钉直接射入他的上颚，在他脑子里轰然炸开。巨蜥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砸在我脚边。我们一家3口配合得天衣无缝，前世活活饿死的屈辱，这一世一路杀伐的磨砺，让我们早已蜕变成了真正的末世战士。在枪林弹雨和怪物的嘶吼声中，我们硬生生在生态区杀出了一条血路，冲进了中央控制塔。我爸猛地拍下控制台上的红色按钮，警告：物理净化程序启动，高浓度液氮释放倒计时19。关门。厚重的隔离门死死关上。透过玻璃，我们看到无数白色的液氮雾气从生态区顶部喷洒而下。那些凶悍的变异巨蜥在极低温下疯狂挣扎，最终被冻成了一座座晶莹剔透的冰雕，随后在藤蔓的绞杀下碎成了一地冰渣。整个生态区彻底清场，我们赢了！我脱力地靠在控制台上，大口喘着粗气。我爸调出基地的物资清单，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夏夏，老婆，你们看，屏幕上显示全自动无土栽培车间、地下恒温养殖场、10万吨级战备粮仓、全套军工生产线，以及足以供应10万人使用100年的地下核动力电池。看着这些数据，我眼眶一热。我们终于在这操蛋的末世里建立了一个绝对安全、绝对富足的终极乌托邦。3年后，盘古基地地下300米 A 区豪华生活舱。夏夏，别玩电脑了，过来吃火锅。今天你爸刚从养殖区捞的新鲜黑鱼，片了鱼片。我妈穿着围裙在宽敞的餐厅里招呼我来啦。我合上笔记本电脑，伸了个懒腰。这3年里，外面的世界经历了极热、毒瘴、酸雨等无数次天灾洗礼，人类数量锐减了90%，而我们一家3口在盘古基地里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我们修好了全自动生态循环系统，实现了蔬菜水果肉类的彻底自由。我们用军工线升级了武器装备，甚至我还通过基地的主控电脑重新连接上了一颗残存的军用通信卫星。我走到餐桌前，夹起一片嫩滑的鱼片放进嘴里，满足地叹了口气。滴滴滴！突然，客厅里那台常年安静的卫星接收器亮起了刺眼的红灯，吐出了一长串加密代码。我爸放下筷子，走过去迅速解码，眉头逐渐皱了起来。怎么了，老林？我妈问。是官方在西南地区建立的方舟总基地发出的全球广播。我爸看着屏幕上的信息，眼中闪过一丝凝重。他们说第4阶段的天灾即将降临，地壳运动异常，全球海平面将上升1000米，大部分陆地将被彻底淹没。海啸和全球大洪水，我倒吸一口凉气。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深海发现了一种能够抵抗核辐射的超级变异生物体，正在向内陆移动。我爸转过头看着我和妈妈，餐厅里安静了几秒钟，随后我妈端起酒杯轻笑了一声。怕什么？咱们基地的物资够咱们吃几辈子了，水淹过来，大不了把基地改成潜水艇。我站起身，走到武器架旁，拿起那把陪伴了我3年的射钉枪，熟练地擦拭着。爸妈，我看着他们，嘴角勾起一抹张狂的笑意。既然这末世还没完，那咱们就陪他玩到底。不管是洪水还是深海怪物，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神挡杀神，佛挡杀佛。